又是1年了，但这次我第一次带了一个女孩子来，她叫高阳，她是我女朋友，很喜欢乱花钱，不听话，又很小心眼儿，又不干活。虽然她小毛病很多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会跟我一样，很喜欢她的，因为她的心很善良，很真实，很阳光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她教了我什么是爱。我今天带她来见你们，也是因为想要你们帮我见证一件事。烟姨，姐夫，我来看你们了。高阳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严丽带我来的。烟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这段时间都去哪里了？为什么我一直联系不上你呢？你知道我爸在哪里吗？啊，不知道，我也已经很久没有跟他联系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们两个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样吧，我觉得这儿也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要不咱们换一个地方。事情要从高氏地产说起。说起来是突然破产，其实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这1年来，房地产行业已经不景气了。公司表面上看上去很风光，但是一直都在走下坡路。也许是经营模式，也许是管理方式，反正种种方面问题很多，也是一言难尽。只可惜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不仅没有为你们分担，还整天任性的买。我在高氏集团18年，我对公司也非常有感情。公司出现危机的时候，我也各种想办法。那个时候我有很多同学都在金融圈，四处打听之后，终于有一家投资公司，他愿意出资高氏集团。但是就在我配合这家投资公司对高氏集团进行账目清算的时候，蒋副总却发现了2份合同，这2份18年前的合同，还有一笔看上去并不合理的账目支出，让我无法再继续下去。什么合同啊？到底是什么合同啊？烟姨，你倒是说呀！其中有一份合同上显示，高仲达就是新天商场的承建商，而且他以非常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了一批建筑材料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，烟姨？是建筑材料有问题，还是低于市场价格有问题？而且这18年前的合同和现在有什么关系呢？第2份合同是什么？第2份合同的签订时间，就是新天商场发生踩踏事件之后，高仲达又和承建商重新补订了一份合同，他们明显提高了价格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之前他们购买的那些廉价的建筑材料。但问题是，新旧合同他们的差价巨大，做账人为了刻意抹平，反而留下了非常多的马脚。不可能的，这不可能！
你是说我爸爸他？对，你爸爸就是我姐姐发生悲剧的责任人。你想想，商场为什么会发生踩踏事件？那是因为引发了火灾。为什么会有火灾？那是因为你父亲购买了一些劣质的材料。不可能的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我当时发现真相的时候，和高阳的反应一样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当年为了他，我离开了家人，18年的陪伴跟责任，却没想到我的家人因他而死。我无法面对事实，所以选择逃避，不跟任何人联系。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对于我当时的伤害有多大。这绝对不可能，燕姨，我爸爸不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的。第2份合同在哪里？这2份合同我都用手机拍照了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但这合同如何解释？对，你爸爸就是我姐姐发生悲剧的责任人。你想想，商场为什么会发生踩踏事件？那是因为引发了火灾。为什么会有火灾？那是因为你父亲购买了一些劣质的材料。再来一杯。哎，喂。你在哪？我都想你一整天了。有事吗？明天 Robert 不是要来开会吗？你该不会忘记了吧？我们不是说好了今天要先讨论一下预售款的联名数据吗？我都等你一整天了。你去找小陈吧。
你还好吧？在哪里啊？再来杯。喂，爸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天都要塌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接我的电话？你真的做过那么可怕的事情吗？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，严丽是我唯一的爱人。如果你真的是害死严丽妈妈的责任人，那我们以后要怎么面对严丽？我真的不敢想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很害怕，很害怕。好啦，给我，不要喝了，要不，给我啦。还有你走反了，我车在后面。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好啦，我扶你。那个，不要再喝了，你都喝醉了，把酒给我。快点啊！走啦，回家。我不要回家。你不要回家，你要去哪？啊，走啦，走啦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一直以为踩踏事件是一场意外，是一场很恐怖、不可预知、不可避免的意外。但我一直到今天才知道，这根本不是一场意外，是因为高仲达的贪心，害死了我妈妈。而且这个凶手，在事故发生之后，逃避法律，逃避惩罚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高仲达真的是一个无良的商人哎。为什么这个无良的商人是高阳的爸爸？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人，非得让我爱上一个杀人凶手的女儿。好了，你不要再喝了，给我，给我。大家一直都说我不近人情，可是谁知道，我对我自己这么残忍。从小到大，我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都要提醒我自己，严厉，你要谨慎小心。但你现在看到我的人生，还不是一样变得很糟糕吗？
你现在在哪儿？我想和你谈谈。严丽她现在在我家。燕南姐，她昨天一个晚上都在你那里吗？她现在还是睡呢。那我现在去你那儿。好。你们好好聊，我去帮你们泡杯咖啡。你昨晚喝多了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谈。也许事情不是那个样子，我要听我爸爸亲口说明情况。你别这样好吗？我真的认为我爸爸，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你认为没用？当然有用，他是我爸爸，我很了解他的。我从小到大，他一直跟我说，要用心做事，用情做人。我真的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燕姨在撒谎？我也不是怀疑燕姨，我是想这其中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呢？什么误会？我现在还说不上来，但我觉得我要的是证据。这些白纸黑字上面写的2份合同就是凭证，一切都清清楚楚。我妈妈的死就是你爸爸害的，你还在那说你爸爸用心做事，用情做人。我告诉你，你爸爸是什么人？他就是一个小人，是一个伪君子，是个混蛋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我和严丽会走到这一步，更不知道以后的路还要怎么走下去。你爸爸他真的……我不信。现在你信不信也没用了，人家把证据搁在那儿，人证物证还俱在，所以你也不能怪人家严厉呀。毕竟关系到人家妈妈的死因，这事儿搁谁都受不了呀。我不怪他，我只是不能容忍他这样说我爸爸，除非我爸爸亲口告诉我，否则我不会相信我爸爸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那你爸爸现在在哪儿呢？联系上他了吗？就是因为联系不上，所以才更让人崩溃啊。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呀？反正严丽家我是不能再住了，先找个房子搬出来吧。他赶你了？没有，他不会的。只是现在这种情况，他已经认定了我爸爸就是杀害他妈妈的凶手。我就算脸皮再厚，也不能一直赖在人家家里不走吧。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了，这点骨气还是要有的。这租房子啊，也没这么快找到合适的，要不然你就先住我家一段吧。这不太好。瞎客气什么呀？你暂时先住我家，我去朋友那儿住。
怎么才来啊？高阳呢？高阳，哦，高阳他临时有事儿，请个假。他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就是有事儿。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？说个话吞吞吐吐的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他了呀？别扯了，我关心他干什么呀？我是关心他请假的理由，总不能无故旷工吧？那他请假理由就是要搬家。搬家？他为什么要搬家啊？他不是住在严厉家吗？他跟严厉分手了？这我哪知道呀？而且这里边事比较复杂。再说了，这是人家的私事儿，我怎么能随意说呢？你要是这么关心他的话，你就问他了。看你平时八卦的没边儿，遇到这种事儿嘴巴还挺严的。那可不，我这优点可多了，你得慢慢发掘。好了吧，说完了吗？我们可以开会了吧？你不懂我的当时理由，也没有准备决定走，地图上的去感受。你不懂我的当时理由，不懂我的没有决定走，地图上的那些感受。没有，小姐，您到了。谢谢。再见。哎，小姐，您行李忘带了。哦。谢谢啊。我来吧。李总。走吧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蔡跟我说你要搬家了，我过来看看。哦，他都说什么了？嗨，他能跟我说什么呀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找我，我都会帮你的。李总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可以自己照顾好我自己的。跟我还客气啊！快走吧，这里边是吗？
李总，正好今天你来了，我有些话想要当面和你说。什么话你说？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也很感谢陈明百货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我这份工作，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不过这次，我真的要辞职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去找我爸爸。你有你爸爸的消息了？没有，不管了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他。有些话我要亲口问问他。可是天涯海角说的容易，这世界之大，你上哪找他去啊？或许我可以再帮上点忙。怎么帮？你记不记得上次我给你介绍了一个我在英国当黑客的朋友？是帮我查到戴叔叔家地址的那个朋友吗？是，可以再请他帮我一次。你把你现在知道的所有的消息都发给他，或许他会帮你查到一些有用的消息，哪怕知道个方向也好，总比你这样大海捞针去找钱吧。好啊，那麻烦你帮我尽快联系他好吗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你休息一下吧。晚餐吃了吗？不，我看你午餐也没什么吃，你晚餐再不吃，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。没事。如果你没有心思工作，其实你可以不用逼自己在这里工作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因为不想回家，你怕回家看到高阳会觉得尴尬？他已经搬走了。他搬去哪？我不知道。黄老师，哎呀，嫣然，黄老师辛苦了。10多年不见了，你好吗？好，我终于等到你了，一路辛苦了，咱们赶紧进去吧。终于把你等回来了。哎，一晃都这么多年了。哎，我记得我上次回国应该是在20年前吧？19年。哦，整整19年了。我还记得那会儿，我们的大学和国外的大学开展互换。您作为第一批互换老师来我们学校执教3个月，我呢作为互换生，随你去国外深造了3个月。虽然都已经过去了19年的时间，但那会儿的时光还是一样历历在目。其实你的成绩那么优秀，我当时一直认为你毕业以后肯定会继续出国深造的，但是没想到你选择了毕业就结婚。真正没想到的是，最后这婚也没结成，就这样子晃晃荡荡18年。唉，我只是为你惋惜啊。你真的是很有天分啊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惋惜的，我这不是把严丽送到你身边了吗？哎，对了，黄老师，我倒想知道，您觉得我和严丽2个人哪个比较有天分啊？
这个怎么比啊？哎，不过我承认啊，严厉确实是非常的出类拔萃，他是我带过的最勤奋、最刻苦的学生。这不就对了吗？所以没有什么可惋惜的。如果当年我出国深造了，就没有严厉的今天了。你也知道，那会儿我父母去世的早，我就和姐姐一起生活。姐姐非常艰难的，既要照顾我，又要抚养严厉，家里的困难和拮据是难以想象的。就这样困难，我姐姐还是供我读完了大学。那会儿严厉年纪还小，你说我怎么可能让我姐姐再去承受根本无法偿还的债务，再去供我出国呢？可惜啊，在现实面前，天赋往往无能为力啊。行了，黄老师，你也不用替我觉得可惜了，反正该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今天也挺好的呀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的女儿也回来了吧？啊，不如把她叫过来，咱们一起吃个饭，让我见见她呗。啊，你是说叶楠楠？啊，她是回国了，不过她好像现在还在忙她的品牌实体店的设计。我呢不想让她分心，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告诉她，她应该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。那行，反正有机会啊，你一定要把她叫出来，因为我可是叶楠黄的粉丝，我想我们俩见了面一定非常投缘的。那个绝对没问题。对了，这次你请我回国，不是有事让我帮忙吗？什么事啊？黄老师，你知道高氏地产破产的事吗？哦，叶楠跟我说起过这件事情，不过他不知道我跟你的关系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给你打过电话的，但是那段时间你的电话永远是打不通的。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首先，我跟高正达的感情出现了问题，所以从感情到工作，这18年的努力和打拼都化为乌有了。那个阶段，我也比较痛苦。那你为什么不尽早把这些事情告诉我呢？虽然那会儿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但是我还有勇气啊！你看，我现在就已经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了。哦，还是地产公司吗？不是了，我现在进入了一家刚刚成立不久的投资公司。你也知道，之前我是做财务的，在高氏地产吧做的也是 CFO， 所以直接跨入这个投资公司也是很合理的。我刚进入这一行，对整个市场不是很了解，而且在国内，如果你想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项目，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事。因此，我这次就想请您过来当我的投资顾问。那你现在的情况，严厉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啊，你看，我觉得是时候把实情告诉严厉了。他已经不是青葱少年了，有些事情他也应该知道。我不想告诉他，我只是希望他能过得开心，过得幸福，不想打扰他的生活。哎呀，你们是亲人呐，根本谈不上什么打扰不打扰。再说这些年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他也应该知道实情啊。我倒是觉得你和严厉两个要是合作得好的话，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。我还是再想想吧。好了，别犹豫了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快吃吧。啊。你着急写什么辞职信呀？啊？因为我爸爸的事情，我随时可能要走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种情况，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，我怎么好意思在这混饭吃啊？人家李明澈都没在乎，你在乎什么呢？人家已经帮我够多忙了，我本身就无以为报。你干什么？我正想去找你，跟你道别呢。我辞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失恋了？大姐，你说话不用这么直接吧？我看你也不像是那种谈个恋爱就要死要活的人。
至于吗？工作不要了？不是啊，高小姐，麻烦签收一下。你又买了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打版权啊？我打开看看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霞阳，这也太美了吧！这就是你上次设计的那个万鹰飞舞啊！原来你辞职是为了参加这个设计大赛啊？那很值得理解和支持。我可能也参加不了了。我在等我爸的消息，随时准备去找他。等消息，那就是没消息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你为什么不去参加？脑子进水了？你不了解情况好吧？说话真难听，不会好好说话吗？男人不错。说好听的就一定是好人吗？你说的都对。那个，我觉着，这你之前努力这么久，是不是？这设计成果都出来了，那现在弃赛未免也太可惜了吧？而且，你爸爸不是教你要用心做事吗？这用心做事就不能半途而废。如果你爸爸在这儿的话，肯定让你坚持下去，要有始有终。你这是欲擒故纵啊！你要知道，黄老先生可是高级知识分子啊，他的自我意识非常的强，没有人可以强迫他去做事情。如果让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意识、他的决定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他就会心甘情愿的全力以赴了。那要是这位老先生特别实在，你不让他去，他就真不去了呢？绝对不会的，在他的心里面，还是肩负着主持正义的使命感呢。而且，只要是整个事情的头顶上加持着“正义”二字，那绝对是势不可挡。估计黄老先生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，说不定啊，明天就会去找严厉。埋了这么多年的一步棋，总算是用上了。来，谁跟你说这是一步棋了？喂，老师。啊，严厉，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呢？你在哪里啊？别着急啊，就连叶楠我还都没有告诉他呢。我这次来啊，是有点自己的事情要处理。需不需要我打个电话给他？哦，不用了。叶楠那边晚些时候我自己跟他说吧。你现在有空吗？你一个人过来一趟，我有些事情想跟你单独谈一下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老师，您太出人意料了。每次邀请你回国，你都不愿意，这次怎么就突然不声不响的一个人跑回来了？你小姨最近还好吗？您说什么？我绕了半个地球才飞回来，就不跟你兜圈子了。这次回来，我是为了你小姨的事情。您认识她？我认识你小姨的时间要比认识你的时间早得多，都快有20年了。这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你10几岁就出国留学，那些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，谁帮你解决的？嗯？那些琐碎的事物，如果没有人帮助的话，怎么可能完成？我出国前2年的费用，确实是高仲达支付的，这个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如果当初不是你小姨帮你联系那些接收你的学校，你连出国入学都会很困难。高仲达又如何承担你的后续费用呢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怎么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？再有，我是在大学任教，
为什么你会在高中时代就遇到了我呢？你真以为这是偶然？您是说？没错，我接受了你小姨的委托。当然了，自从我和你接触以后，我从心里边开始喜欢你、欣赏你这个学生。可是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如果当初不是你小姨找到我，拜托我照顾你的话，我跟你根本就不会认识。再有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小姨并没有对你不闻不问的，她一直默默关注着你的动向，一直从我这里打听着你的消息。只不过，她觉得你心里面一直对她有怨恨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她一直坚持不要让我把事情告诉你。